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Top 10。你知道吗？当我们每天抱怨生活不够富有时，有些国家的人们正积极地应对着贫困，并且仍然保持笑容。接下来，我们将来看看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公布的各个国家人均 GDP 估计值。我们将一起来看排名最后的10个国家。今天，细细看世界将带你深入探索这些令人敬佩的国家。在开始之前，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点赞哦。如果觉得精彩，或是有其他想法，可以在观看后留言，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精彩的主题了。第10名，莫桑比克，人均 GDP 587美元。东南非的美丽国家莫桑比克，这个国家是于1975年脱离葡萄牙殖民地身份而独立，但其人均 GDP 仅为587美元。为何这个国家的经济如此困难？首先，莫桑比克的主要收入来源包括农业、渔业和资源开采。这个国家是非洲的农业大国之一，出产稻米、玉米、茶和烟草等农产品。此外，这个国家还以丰富的渔业资源而闻名，拥有25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提供了大量的海鲜，特别是龙虾和明虾，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然而，虽然莫桑比克拥有这么多资源，但仍然面临经济挑战。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的内战，这场战争让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再者，这个国家也受到了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这进一步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这个国家是联合国宣布的重债穷国，人均 GDP 是587美元，为世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其实该国境内平原很多，土壤肥沃，雨量充足，很多土地都可以用作农耕，可是大部分土地都还没有开发。境内农业发达，国内大部分人民都是以农为业，但是农耕技术却十分古老，并且国内森林面积占全国总面积 50%， 因此林产资源丰富，但是还没有大量开发。第9名，也门共和国，人均 GDP 573美元。这是位于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国家，竟然也上榜了。也门是比较贫穷的阿拉伯国家，由于长期经历战乱，主要依赖石油收入，是世界上经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经济水平与陆地接壤的沙乌地阿拉伯和阿曼相距甚大，却与一海之隔的东非国家更接近。也门也是西亚唯一入列的最低度开发国家。也门人曾经是一个农业民族，但今天他们的土地由于缺水，并不适宜农耕。也门耕地占国土总面积不足 3%， 因此粮食不能自给，约1/2依靠进口。也门在夏季有着沙漠中常见的沙尘暴，而由于过度放牧，沙漠化日渐严重。长期的政治动荡和战争使得国内基础设施受到破坏，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问题。也门的居民生活在相对贫困的环境中，这让他们不得不应对许多挑战。不过，也门也有一些令人惊叹的文化。也门也是个同婚盛行的国家，因为要节省嫁妆而形成交换嫁妆的制度，就是在哥哥迎娶新娘时，顺便把家中的妹妹嫁给新娘的哥哥。第8名，索马利亚，人均 GDP 544美元。索马利亚被称为非洲文化最单一的国家，大约 85% 的居民是索马利人，主要居住在该国北部。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南方，并且伊斯兰教为索马利亚国教，穆斯林占总人口 99%。这个国家拥有独特的文化和壮观的海岸线，但却在经济方面面临了重重挑战。索马利亚的人均 GDP 仅为544美元，这是世界上最低的之一。首先，索马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内部冲突和政治动荡的影响。自从1991年国家政府垮台以来，索马利亚一直陷入无政府状态，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使得投资变得不稳定，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个情况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不要忘记，索马利亚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香蕉出口国之一，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一些亮点。第7名，马达加斯加，人均 GDP 536美元。马达加斯加是位于非洲东南部近海的印度洋岛屿国家，领土包括世界第4大岛马达加斯加岛及其周边多个小岛，与法国在印度洋诸岛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马达加斯加的人均 GDP 只有536美元。根据联合国标准，马达加斯加属于最低度开发国家，其中 90% 的人日均收入竟然不到2美元。马达加斯加的经济情况很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该国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政治不稳定的困扰，政府动荡和社会不安使得国家难以吸引外部投资，并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因此，很多当地人民面临着经济压力，生活质量相对较低。尽管如此，
这个拥有超过2800万居民的国家在文化上非常多样化，是非洲少数流行南岛语言的国家。该国使用2种官方语言，马达加斯加语和法语。马达加斯加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和生态多样性，这个岛屿上有着许多奇特的动植物。事实上，马达加斯加是许多稀有物种的家园，这也使得生态旅游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柱。第6名，中非共和国，人均 GDP 534美元。中非前身为法属乌班基沙里领地，是法国位于非洲的殖民地之一。1960年独立后，中非共和国被一系列专制领导人所统治。1993年，中非迎来第一次民主选举，但2003年中非发生军事政变，2004年中非爆发内战。尽管参战双方于2007年签订了和平协议，以及在2011年又签订了另一项和平协议，但在2012年冲突再次爆发，连绵不绝的战争以及参与战争的各武装团体普遍和日益增多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如任意囚禁、酷刑和限制新闻自由及行动自由等，导致该国长期保持糟糕的人权记录。另一个因素是资源管理的不当。中非共和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金、钻石和其他矿产。然而，资源开采的不透明性和非法交易，使得国家难以从这些资源中受益。这些资源通常被掠夺，而收益却未能投入到改善民众生活的领域。有研究表明，中非是世界上最不健康的国家和最不适宜年轻人的国家。不过2017年时，中非共和国的人均 GDP 位于世界倒数第1，这次晋升到倒数第6，也是进步不少的。第5名，马拉维，人均 GDP 496美元。马拉维曾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全国约有 55% 的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496美元，是全世界最低收入的一群。本国政府长期举债度日，国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倍多。因受艾滋病及高生育率影响，马拉维劳动力人口比例过低，大概只有 50% 的人处于15-64岁之间。加上人民的教育程度很低，国内低技术劳工过剩，但同时严重缺乏高技术人才。马拉维农业人口超过 90%， 因而国家经济很容易受农产品的国际价格影响。农民主要种植烟草、棉花、玉米等，是非洲烟草的主要生产国之一，烟草出口占国家外汇收入 70%。但因为季节性干旱、洪水和虫害等自然灾害频繁，使许多农民难以维持农业生产，这导致了粮食短缺和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问题。此外，马拉维也受到了高感染率的艾滋病和疟疾的困扰，这些疾病不仅威胁人们的生命，还对劳动力和家庭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马拉维拥有一个独特的特色，就是在这个国家，你会发现马拉维微笑，这被称为世界上最友好的国家之一。这种乐观精神使马拉维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地方，尽管他们可能面临贫困，但他们以微笑迎接生活的每一天。第4名，南苏丹，人均 GDP 467美元。南苏丹位于非洲东部的一个年轻国家，它在2011年才从苏丹独立，并于当月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南苏丹一直受到政治动荡和内战的困扰。由于南苏丹拥有原苏丹 75% 的石油资源，而石油加工和出口都被北方把持，因此南苏丹人民普遍认为独立将有助于收回石油权益。凭借全球排名第24位的石油储量，本国很快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然而，独立10年来，南苏丹不但没有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发家致富，反而深陷内战漩涡，并被联合国评为非洲最不发达地区之一。你可以想象吗？90%的民众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尽管拥有自然资源，南苏丹的人均 GDP 仅为467美元。南苏丹的人民生活状况艰苦，许多地区缺乏基本的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和医疗保健。然而，这个年轻国家拥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多元的文化和语言。这个国家拥有多达60多种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传统，这使南苏丹成为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瑰宝。第3名，狮子山，人均 GDP 415美元。狮子山位于印度洋的珊瑚岛，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美丽地方。然而，这个国家的人均 GDP 仅为415美元，这意味着当地居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但这个国家拥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首先，狮子山是于200年前被发现的，而且它的名称来自当地居民对这个岛的爱戴，他们认为它就像一头睡在印度洋上的狮子。狮子山也以辛辣的美食闻名，它是香料之岛，
生产世界上最好的香料之一，包括肉桂、丁香和黑胡椒。狮子山的经济主要依赖农业，尤其是香料种植，但这个国家仍然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狮子山也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如飓风和洪水，这些灾害经常破坏农田和基础设施。尽管经济困难，狮子山的人们以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古老传统的坚守而自豪。第二名，阿富汗，人均 GDP 369美元。阿富汗人均 GDP 仅为369美元，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第二名。阿富汗的困难局面在很大程度上与近几十年的战争和政治不稳定有关。阿富汗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经历了苏联入侵、塔利班统治、反恐战争和政治动荡等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对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破坏。长期的战争和不稳定情况对农业和经济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阿富汗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麻药生产国之一，但同时也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战争对基础设施、学校和医疗服务造成了巨大损害，并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流离失所。但阿富汗拥有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这个国家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站点，拥有悠久的历史。阿富汗以其美丽的地理景观而闻名，包括壮观的山脉和宏伟的河谷。第一名，蒲隆地，人均 GDP 249美元。蒲隆地位于非洲大湖区，拥有美丽的湖泊和壮观的山脉，全国平均海拔1600米，有山国之称。但人均 GDP 仅为249美元，是今天我们的第一名。为何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如此简陋呢？为了改善营商环境，吸收外国投资，蒲隆地积极推进法律制度建设。自2008年起至2013年，相继修订了投资法规、商业法规、环境法规、私营企业和公共参与法规、土地法规和矿山法规等。看到这一系列的大动作，可以想象蒲隆地有着势必改善的决心。不过，蒲隆地是世界最不已开发国家之一，为农牧业国家，其发展经济的困难在于国家小、人口多、资源贫乏，无出海口。国家收入的70%来自农业，但由于农业基础设施落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蒲隆地的经济高度依赖农业，这就好比你每天只能吃土豆泥，而且还是没有酱料的那种。他们主要种植咖啡、茶、玉米和马铃薯等农产品，但糟糕的气候、土地争端和不完善的基础设施都成为了他们种植成功的障碍，就像你试图在沙滩上种植一个草坪。更糟糕的是，社会和政治动荡以及外部干预使蒲隆地难以实现其潜力，就好比你努力盖房子，但邻居每天晚上都会打扰你，让你难以安心工作。所以蒲隆地的决心可能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我们深入了解了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Top 10，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挑战。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从这些国家汲取灵感，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并学会乐观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如果你对这个主题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和分享这个视频，一同探索更多关于我们这个多彩世界的奇妙之处。